早上呢，也门有射飞弹过来以色列，然后那个飞弹就被他们那个铁穹系统给拦截了嘛。他们会随机抽查旅客，应该随机抽查啦。但是那个审问过程真的是蛮夸张的，就弄到我还蛮不爽的，还差点赶不上飞机。当他问到这一题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想到这一题开始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比这个面试还难咯。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干，我已经解释得很简单了，我连面试都没有讲得这么详细过哎。这个时候你知道，就是我心里的感觉就是10000只草泥马翻过去嘛。所以等到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做了这个最坏的示范了。结果他们就跟我说，你很可疑，我们要把你带到旁边，全部重新再问一次。大家要记得，千万不可以在被安检的时候，然后要保持冷静。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接下来分享一下我在以色列出境的时候被审查到差点回不了台湾的故事。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故事吧。那我还是想要先提一下入境的时候啊，那入境的时候在前一集影片有讲到，就是被警察审问了2次，然后有一次被带到小房间去查行李，还有签一个像是这个切结书的东西。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前一支影片看啦。总之就是呢，我把印出来的这个机票订票证明啊、旅馆订房证明和签证给他们看之后呢，他们就让我过了。所以当时我也没想到，哇，这个出境的时候才是最可怕的时候啊。那我先来简单前情提要一下我离开以色列当天的状况。那当天的状况就是我是傍晚的飞机嘛，然后早上呢，也门有射飞弹过来以色列，所以早上就已经防空洞躲一下，然后那个飞弹就被他们那个铁穹系统给拦截了嘛，所以呢没有影响到这个下午的飞机，所以我还是准时的出现在机场。然后在 check-in 的柜台前面呢，其实还蛮特别。以色列就是他们在 check-in 的柜台前面还有另外一关，所以他们会随机抽查旅客，应该随机抽查啦。因为我一脸就不是这个以色列人嘛，所以我一看到就知道哦，我一定会被查。最后结果就跟我猜的差不多嘛，一过去呢，我就被带到旁边去问话了。但是那个审问过程真的是蛮夸张的，就弄到我还蛮不爽的，还差点赶不上飞机。所以呢，我就把他们问我的问题大概记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就大概是这样。一开始他们就问我说：“哦，你是从哪里来的啊？”哦，我从台湾来的，我从台湾来出差。你在哪间公司工作啊？你是做什么的？哦，我是软体工程师，然后我在就是这间公司工作。这样，为什么你要去杜拜转机？你有别的选择吗？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这是公司帮我订的机票，一切都是依公司的规定。你的饭店在哪里？你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哦，我的饭店在特拉维夫。然后我就讲了饭店的地址，这个也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就是公司帮我订了饭店嘛，我一切就是按照公司的规定。那你工作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那你来这边工作是干嘛的？哦，我主要就是来这边出差和接受公司的 training。那我平常上班的时间大概就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到6点这样子。那你下班之后你都在干嘛呢？哦，我下班之后就是待在饭店休息，这样，因为有时差，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在饭店休息，然后隔天一早就去公司。那你的工作内容包含什么呢？当他问到这一题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想到这一题开始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比这个面试还难咯。他问我工作内容是什么时候，我就当然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嘛。接下来他就问你是写什么软体的啊？我就大概解释一下我在公司的这个职务内容。C++ 是什么？解释给我听。然后我就跟他解释 C++ 是什么嘛。结果他就回我说：“哦，我听不懂，没关系，那我们就下一题。你说你的软体会放在晶片里面，然后你们的系统是 Yocto Linux， 解释给我听那个是什么？”接着我就用我觉得最简单易懂的方式解释了这个东西。结果呢，他也是回我：“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没关系，我们下一题。”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感觉啊，那你干嘛要问啊？我已经讲得很简单了。接下来他就说：“你再把它讲得简单一点，你讲要简单一点，简单到让我可以懂。”我就想说，我已经讲得很简单了，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一个完全不懂的人我随便讲就可以让你懂的嘛。后来他就问了下一题，那我再问你一个更简单一点的，你是电脑工程师对吧？我是软体工程师，但可能跟电脑工程师定义上有点不一样。那一般电脑里面有包含什么组件？跑 AI 是用什么东西跑的？那时候我被问到这题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可以讲的简单，可以讲的难。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讲的太简单，他一定会一直追问我，所以我就还是大概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脑，我们的晶片里面有什么东西嘛？那跑 AI 的部分，我们是用什么东西跑的？结果他接下来又问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你解释给我听 CPU 是什么？哦，我就CPU， 那我就用我对 CPU 的理解解释了 CPU 是什么。然后我解释完之后，他就马上回我我听不懂，你还是没有解释到 CPU 是什么。那你解释给我听 GPU 是什么？我就解释给他听说，GPU 是什么？我认为 GPU 是什么 ？GPU 可以用来干嘛？然后它在我的工作里面是占着什么部分？他就会说，我听不懂。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到底是怎样啊？而且感觉问我问题的那个人，他的英文很烂哦。我感觉他有一部分是故意听不懂，但有一部分他就是听不懂英文，所以我就感觉我很像在参加那种整人大考验，你知道吗？那时候他们已经问了1个多小时了，我真的超级担心飞机赶不上的啊，因为如果飞机赶不上很麻烦啊。然后这时候他就跟我说：“先生，我注意到你的下巴有点微微颤抖哦，你是不是很紧张？”我那时候心里在想说，我当然会紧张啊，因为那时候我不管回什么，你们都跟我说你听不懂啊。这个时候我真的很希望有人拿出牌子上跳出来说：“嘿，整人大成功！”但是呢，我还是就吞了吞口水，跟他们说：“哦，那是因为你们有点问太久，我很怕我会赶不上我的飞机。”结果他这样和我说：“你为什么要紧张？为什么我问你问题你都回答不清楚，我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干，我已经解释得很简单了，我连面试都没有讲得这么详细过哎。”这个时候你知道，就是我心里的感觉是10000只草泥马翻过去嘛，然后已经翻了无数个白眼。那时候我心里就是只想说，赶快让我过去吧，赶快让我 check in 吧。可能因为就是我已经被问到有点太累了，我已经有点这个神志不清，所以等到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做了这个最坏的示范了。我在他们面前，他们问我重复的问题的时候，我不小心翻白眼了。他们就是因为一直鬼打墙，一直问我重复的问题，所以他们又一直叫我解释说什么 CPU 什么 GPU 什么时候，我就直接这样结果他们就跟我说：“你很可疑，我们要把你带到旁边，全部重新再问一次。”然后我就被带到旁边，全部重新再问一次了。大家要记得，千万不可以在被安检的时候翻白眼，然后要保持冷静。就是他问什么你就答什么，要鬼打墙也没关系，就让他多问几次。但是你千万不能就是因为紧张，因为很烦，你就翻白眼，你知道吗？你真的会爆掉。后来还好啦，不幸中的大幸是后来又审问我一轮的那个人，他应该是英文比较听得懂。所以他就把所有问题再问一次，我就再解释给他听，然后他就让我过了。结果呢，当我以为 OK 没事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的时候呢，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已经降落台湾了，我发现我的行李还在杜拜，因为他们把我的行李拆开来安检了好几次，所以飞机根本就没有跟我搭上同一班飞机。后来等了2天，行李真的来了嘛？打开来虽然东西是没少啊，但是所有东西都是用那种最暴力的方式拆开来之后，再全部硬塞回行李箱。那种感觉真的很糟，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拉链都被拉开、扯开，然后我所有衣服都被打乱，然后再全部硬塞回去。不管我的东西是硬的还是软的，就是把它硬塞回去就对了。那感觉真的很糟，好像是我被凌辱了一样。好了，结论就是以色列的安检真的很严格。如果你不是以色列人的话呢，如果你要去以色列，就真的要多注意啦。那今天影片就这样。如果对这类话题有兴趣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我是 Jeff，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结果回来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开战了。飞弹炸来炸去，战机飞来飞去，我还真是差一点就被困在以色列了，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啊！